俄军从伊久姆撤离的影响可能会超出预期，俄罗斯未来会怎么办？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很多人到现在对俄罗斯军队从伊久姆的主动撤出都感到不理解。俄罗斯西部军区第20集团军的总人数达到8000到1万人，最后他们却选择丢掉重装备离开，这可不像是布口袋阵的迹象。据乌克兰媒体的消息，俄军此次的撤离，光扔下的坦克就有450多辆，还有大量的装甲车、火炮、雷达和炮弹等军事物资。而这些武器如果到了乌克兰军队的手中，又会事实上强化乌军一线部队的战斗力，因为乌军对于俄式装备本来就很熟。从乌克兰公布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出，俄第20集团军抛掉了大量的重型装备，不再为这些武器所拖累，轻车简从，成功的穿越了东南部的森林沼泽地，进入到了顿涅茨克，并且重新集结，让乌军的企图再次破灭，但是自己也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存人失地，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对俄军的这次撤退，车臣负责人卡德罗夫要求俄军改变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战术。他说，如果未来2天俄罗斯国防部不改变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策略，那么他将转向直接听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你可以理解为，如果俄军的统帅部继续乱指挥，卡德罗夫就不会再听从这样的指挥了，而会越级向普京汇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俄军后撤对军队内部所造成的冲击。另外，俄军在3天之内就放弃了过去经过半年时间血战所获得的乌东重镇，让普京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现在感到兴高采烈的反而是美国和北约，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在冬季来临之前将有条件获得更多的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援助，甚至让西方通过战争手段击败俄军的信心大增。北约秘书长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乌克兰取得胜利，北约不会抛弃乌克兰，乌克兰可以尽快地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武器。美国的五角大楼也表示，乌军的行动出乎我们的意料，乌克兰军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战果，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美军将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可以看出，乌克兰政府正在用行动获得西方的信任，今后他们将会拿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而其士气的提升也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战场结果。俄乌冲突原本是政治仗，现在出现了让俄罗斯难以接受的反效果。顿巴斯地区不但会发生新的战局变化，克里米亚未来也将进入战局，成为俄乌较量中的变量。在军事层面，俄军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缺乏战斗意志，武器装备落后，后勤保障不力。另外呢，还要加上统帅部的指挥失当等等。俄军应该如何改变这种退势呢？目前能想到的恐怕也就是这么几个办法。第一，降低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同时缩小军队的作战范围，从而在局部保持足够强大的兵力和火力优势。第二，放手一搏，或者是来真格的，直接对乌克兰宣战，就此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让俄军的义务兵进入乌克兰作战，以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步兵不足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军事上确保在顿巴斯地区能够持续获得进攻动力，同时把谈判的目标回到明斯克协议，以争取获得某些欧洲国家的支持。
俄军从伊久姆撤离的灾难性影响可能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下一阶段，俄乌冲突将走向何方？战局将会继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其事态的发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